天哪！快起来，灵犀！灵犀，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，你这是在炼制法器呀！哎，我听说那个天雷真君的神火掌心雷，那是他的成名术法。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，你肯定能打败他。你快别说风凉话了，灵犀，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唯一一个地仙，心里有压力。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，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，你干嘛非要炼药呢？我看你食量很大，挺能吃的。这样，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鲸吞大法，我教给你，然后再给你做一些灵气充沛的菜肴，你每天吃上个10桌8桌的，估计有个1、2万年就能飞升成仙了。哎，灵犀，灵犀，哎，灵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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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啊，你刚刚说的鲸吞大法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。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。教教我呗。嗯，嘿，走。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就不信了。3、2、1。鲸吞大法，什么情况啊？这鲸吞大法，这位置、手势都对呀。这华烟肯定没告诉我，这得吃这饼啊。对，得吃。嚯，这都是什么毛病啊？天君这是断了浮云殿伙食了吗？这给他饿的。石山兄，13仙子果然不凡，吃饭都和寻常女子不一样，豪气干云，令人佩服。定是误会，定是误会。怎么回事？天雷打上门来了吗？就是他口中说的那个雪玉可爱、聪明善良、活泼机灵、落落大方的那一个人。灵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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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就是你炼的丹？我怎么感觉跟我当暗器还差不多？还我！你懂什么呀？哎，灵犀，你这炼的是什么丹药啊？
是能延年益寿，还是增加修为，还是什么疗伤驱毒的丹药？你是第一次练出成丹吧？是啊，可是不管你练的是什么丹，你都不能胡乱吃啊！这万一要是炼制的方法和火候不对，成了毒丹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13，你上次说上清境有一捧望月泉是治寒之水，可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早些年万灵院就有一个小仙童失足掉下了望月泉，不足片刻就险些丢了性命，那症状就跟咱们神尊得了寒疾差不多。后来虽说那小仙童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也是终日打摆子，天君就派他去看管逐日鸟，希望能够借助逐日鸟的火力去驱散寒气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也在院子里养上几只逐日鸟，是不是也能驱散神尊的寒气啊？起层层荧光，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啊，这么冷啊！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冻死了。试一试才知道。说，万灵院的小仙童掉进去片刻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尊，我的药炼成了，你看我跳进去没死。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，我可以给你炼药的。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？小仙这才练了第7路就炼成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？这里冷，起来吧。哦，对，神尊可不能冻着，赶紧走吧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神尊，你等等，小仙。什么？你是说你炼的那个大药丸是给神尊的灵药？是啊，我昨夜试过了，吃了我炼的丹药，在望月泉里游2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神尊也是看到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说我很有炼丹的天分呢。灵犀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不用再看药王洞人的脸色了？当然了，哦，不只是给神尊的灵药，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延年益寿啊，增补修习啊，解毒疗伤的仙丹，我都可以炼给你们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灵犀。灵犀，你确定神尊说你有炼药的天分，不是扛冻的天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大药丸，跟神尊的灵药也差太多了吧？差哪儿了？我可有书为证，我都是按照书上说的练的，分毫不差。喏，你看，云峰上神，是吧？
云峰上神。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灵犀的药书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岩心花，是炼制驱寒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。可惜此花极为难得，踪迹难寻。一甲子才开花一次，开花之后需立刻摘下，半日之内需以特殊手法炮制，否则就失效了。我这次时间不够，只得用逐日鸟的尾羽来代替，效力是大大不及岩心花的。哎，上神，上神不是要找我们家神尊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神尊，师姐炼制的新的驱寒丹送来了。神尊，请吃药。你的丹药呢？既然证明药效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浪费。有了师姐炼制的仙丹，你还愿意吃我炼制的丹药？都是一样。那神尊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仙炼制的仙丹。仙丹？嗯。为何如此之大？小仙是第一次炼丹，还做不到像师姐那样炼化自如、凝丹随心。不过神尊你放心，小仙炼的丹药的效力虽然不及师姐，但也不差的。你就放心服用吧。神尊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别浪费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神尊，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服用的话，小仙特意为你准备了刀和筷子，你可以把它切碎了，慢慢享用的。那小仙就告退了。小白，这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还是你眼光好，知道我这是好东西。那就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，炼出仙丹来给你吃，保你一举成为神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好奇怪啊！
去哪儿了？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小白，这里是洗仙池。我听13说，犯了错的神仙会被人从这里扔下去，洗去仙骨，重归凡尘。你本来就来自下界，如今还是从这里回去吧。小白，以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小狗，你都要聪明一些。人分好坏，神仙也一样，有舍异己为众生者，也有阴险歹毒、欺软怕硬、自私自利的。你也太笨了，白白跟了我这么久，也分不清好坏，就这么着了别人的道。小白，去吧。小白，你找小白呢？啊，好几日都没见他了。我也是。小白应该去哪儿玩了吧？或者在灵犀屋里呢？灵犀，他也好几日没出房门了。他在炼丹呢吧？那这一次也太安静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先找小白吧。嗯。小白。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难道你也要抓我？我是来帮你的。那你帮我照顾孩子，他在前面的山边上，我设了结界保护。我求求你，你保护好他，就是救了我。我去救他。你撑着点，撑着点啊！你撑着点。灵儿，我没事的。梦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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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幻。灵儿，对不起，不能一直陪着你。别说谢谢。答应我，答应我，好好的活下去，照顾好我们的孩子。孩子不能没有爹，不能没有爹。梦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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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梦幻。国主，又做噩梦了。恕老奴多嘴。既然国主已经怀疑，为何不向国师求证呢？他当年有心骗我，难道今天就会跟我说实话？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他的行为做派我还不了解？那长生劫，国主有没有看错？不可能，那长生劫是我亲手所变，我绝不会看错。就是既然那长生劫在他的手上，那也许我的孩子还活着。我要找到我的孩子。国主，四海之大，已经过去5万年了，我们又该从何而寻呢？
青儿，公主，我给你煲了汤。这孩子别烫着。不会的，我听说你最近食欲不佳，所以特地给你煲了些清淡的汤。娘，你快尝尝，合不合胃口？青儿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娘了。娘，你快喝吧。好。哎，国主，到了吃药的时辰，先不要进食。那先放旁边凉着，我待会儿吃。传药吧。是。兰儿，兰儿，兰儿去哪儿了？已经好几日没有见过兰儿姐姐了，到处都找过了，都没找到。兰儿一向办事妥当，怎么可能到处乱跑？继续找。是。石婆婆，我看你最近脸色不好，要不要传巫医给你看看？不碍事的。你来看娘，娘就开心了。都好几日没看到小白了。灵犀，小白前几日在你屋里吗？那他去哪儿了呢？你们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他出去玩，饿了自然会回来了。唉，现在狼心狗肺不爱来我们福音殿的哪只是狗，人更多。就那个袁同上仙，神尊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来我们福音殿那可勤着呢。结果神尊一被禁足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说起来，这袁同上仙也挺让我失望的。昨日我出去办事，还看到他和紫光方生两人一起跟在天雷真君身后，亦步亦趋的，很是亲近。势利小人，以后这种人来我们福音殿，直接放狗咬他。狗在哪儿呢？这小白都不回来了。灵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这么大个院子，现在就剩我们3个人，你还成了个闷葫芦。司命，不知几位仙君来我们福云殿何事？可是找我们家神尊？他们来能有什么好事？仙子可否代为通传？我等有事求见神尊。神尊，神尊，上神，普华仙君，上神，我等前来通告上神，3日之后4时，请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届时，天君和诸位上清尊者也会前往，希望上神不要迟到。公审？凭什么公审我们家神尊？上神撕毁战报，天宫万余名仙者联名上奏，要求重审幽都山一案。就凭这，审不得吗？上神，天族乃6界之首，没有法度不成方圆。本座执掌天宫刑法，职责所在，望请见谅。知道了。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
你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，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块儿了？疼，轻点。我也是在大殿向天君奏事。这普化仙君来了，天君让我同他们一起来，我能如何？切！神尊，还有一事，天雷真君向天君进言，也是3日之后要迎元征的遗宝进功德殿。天君同意了。同时，他还请求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什么？他是疯的吗？天君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天君答应了。什么？天君这个老糊涂，我看他真的就是……但是天君也说了，等到神尊公审结束之后，再行定夺。定夺？定夺个屁！你就少说2句吧。3日之后4时，请上神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到时，也要迎元征的遗宝入功德殿，同时还会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国师，国主出宫了。昆仑山？好像不是。国主屏退了侍卫，只带了石婆婆1人。那国主会去哪儿呢？不知道。不过什么？属下担心国主遇到意外，于是，在石婆婆身上下了千里香。如果国师认为有必要，属下可以跟上去。不必了。国主，500年前，老夫答应过你，要为你占卜这一卦。我算到了。会有这一日。打扰仙翁清修了。国主还是问人？对，问人。国主的孩子乃灵祖，且寿命漫长，占卜一次消耗巨大，以老夫之力，需60年一个甲子才能够占卜一次，且过程中不能够被打断。秦元，你来为为师护法。是。国主。
仙翁，我的孩子是生是死？生。国主的女儿没死。是你？真巧。是我。我知道。何人敢闯我南极仙州？你帮帮我。这南极仙州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水月鼎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是能窥探人心的法宝？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能，我怎么会有亵渎神尊的想法呢？我对神尊那是敬爱，才不是那样呢。这就是能恢复万物的水月鼎。仙翁，我的孩子现在何处？可在天宫？不在。
可在凡间？不在。可在我山灵族？不在。可在青丘？不在。人未死，却不在我6界之中。那到底在哪儿？他就在此处。就在此处。这是什么呀？怎么拔不下来啊？启禀师父，弟子无能，未能擒到贼子。仙王，那我的孩子，他……命数如此，国主，时机未到，再等等吧。国主，国主，这么晚了，国主是去了何处啊？属下有要事相商，到处都找不到国主。本君虽说疏于政事，可也无需去哪儿，都要向国师知会一声吧。国主言重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殿上再说吧。国主，神尊，13自作主张给您换了新茶叶，不知是否合口？很好。你下去吧。是。
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。林夕不懂什么道理，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吗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猎夷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袁同上仙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猴神杀！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
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。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，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是你逼我的。青瑶医官，灵犀可在殿中？灵犀不知去了何处，暂时还没有回来。兴许又跑出去玩了。他近日总往外跑，不知青瑶医官此次前来是专程过来找灵犀的，还是要见我们家神尊啊？啊，我为神尊炼制了一些温阳丹，劳烦你带给他吧。多谢青瑶医官。若灵犀回来，麻烦你们让他到药王洞找我一趟。请上仙放心，小仙一定将话带到。这个傻丫头心系战神，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踪影呢？真是患难见真情。这别的神仙近日避我们如避瘟神，青瑶医官平日里看起来冷冰冰的，如今不仅屡次来为我们家神尊瞧病，还违背药王的意思，主动来给我们提炼丹药，真是个好神仙。他是因为灵犀在这儿才会对我们这么好的吧？管他因为什么，对咱们家神尊好就行了。
神尊，这个是药王洞青瑶医官送过来的温阳丹。你看到灵犀了吗？灵犀？灵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他好像去那个药王洞帮青瑶医官炼药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明日良辰，天雷真君会亲自前来，一众烈仙一同把你哥的传心钉引入功德殿，受天地香火，万众供奉。这事儿关系到我袁家的颜面，以及日后我袁家在天宫的威望。你作为当代袁家的家主，需要早做准备，万万不可失礼。此等大事，母亲为何不先与孩儿商量一番？这等好事儿，需要商量吗？你大哥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难道你不高兴吗？当然高兴。明日啊，还会将九臣一直放在功德殿的战甲起出。战神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颜面往哪儿放。可是，神尊毕竟功勋卓著，将其战甲……此事已定了，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。杜宇已经来了多时了，在大厅候着呢。你去吧，记着，挑个吉日，赶紧把婚定了吧。你回来了，看你一脸疲惫，一定是军中劳累吧？尚可。有心事？有心事不妨说出来听听，我也好帮你分担一二啊。我想休息片刻。那好，那我改天再来看你。你们近日去过幽都山吗？有些年头没去过了。我日前去了一趟，变化颇大呀，险些都没认出来。我就想找人问问路，但是没想到遇见了一位俏丽的小仙子，一时没忍住，就与她多聊了几句。上神不会是又多了笔风流债吧？哎，这你可就猜错了。
这位小仙子不但不为本座的风采所动，反而暗中想要让他的侍卫大杀于我。后来我打探一番才知道，她竟然是现任山灵族国主的女儿。哎，这灵月国主有这样的女儿，可真够糟心的呀。也就是我，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上神说到此处，倒让小仙想起了一桩趣事。一大清早聚在本尊的浮云殿，你们都无事可做了吗？哎呀，是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闲暇之余特来探望师兄吗？今日是元征遗宝入住功德殿的日子，你们身为他生前的袍泽，不应该去观礼的吗？嗨，哪有什么可看的呀？想当年神尊把元征操练得哭爹喊娘的，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们都见过了，一件仙宝而已，不值得一看。说得好，韩章，你刚刚讲的那个趣事是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就是凭什么幻想神尊的龙牙战甲，啊，换上元征的传心钉？那是功德殿，不是英灵殿，这不有辱神尊吗？他天雷老儿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也让自己的仙宝入住功德殿，本尊定为你庆功。灵犀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13呢？一大早便出去了。差不多时辰到了，该去紫云台了。紫云台？我正好有公务要去紫云台处理，要不我随师兄一起？哎，听闻普化仙君得了几瓶瑶池佳酿，云峰上神，你老人家面子大，你去讨2杯，也给末将尝尝。好说好说。哼，真是巧了，我还有笔账要同普化仙君算算。现在我去安慰一下他。那师兄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去。神尊，神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13他今天早上怒气冲冲地闯进功德殿。他去那儿做甚啊？他说，谁要是敢动神尊的龙牙战甲，他就活劈了谁。这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劈倒了20多个天宫礼官，掀翻了2座偏殿。紫光已经带兵过去了。好13，决战的时候到了。神尊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属下立刻把天雷老儿抓下来，给你下酒喝。胡闹！生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我袁家有今日之荣耀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不惧生死，奋勇屠魔。袁家的祖先以你为荣，袁家的弟子以你为荣。你的战绩必将列入先烈，受天下苍生供奉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唯有将错就错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袁家万劫不复。请您保佑我。天雷真君到！
老身见过真君。不必拘礼，请天君法旨。天君法旨。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这一路走过来，似乎有很多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住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轻摇衣冠。离席。离席，离席，离席，你在哪儿啊？多谢真君，真君对我袁家的恩德，老身永记在心。可惜呀，可惜本座不是战神，不能以战神的名义将旧部遗宝放入功德殿，这对元征来说不够庄严。真君说哪里话？真君统领天宫战部5万余年，英勇奋战，这功绩谁人不知啊？可惜我儿福伯不能在真君的帐下听差。不过这次由真君亲自为他主持大典，也是不枉此生了。袁老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事情。元征将军在天宫的功绩有目共睹，这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我儿死得不明不白的，真君啊，日后我袁家还需你多多帮扶。好说，眼下还是以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为重。袁老夫人，请随我一起将攒心钉送到功德大殿。正当如此。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将他前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，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
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，侮辱我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住手！13，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九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不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哼！慢着！母亲，旧臣上神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。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6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
真君，这是他们两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身子疼。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